我係 Lilian，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套咧近期都幾多爭議嘅韓劇啊，講緊咧就係《雪降花》，係由丁海寅同埋 Blackpink 嘅智書主演嘅。咁呢套劇集咧喺韓國就會經過 JTBC 去播放，而喺其他嘅國家咧就會通過 Disney Plus 去播放嘅。咁而今次咧點解會咁大爭議咧？就係其實同個劇集嘅背景有關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有關於演技啊等等唔同嘅爭議啦。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佢哋呢啲爭議係點樣得嚟啦，同埋我自己嘅觀後感嘅。首先呢套劇集其實喺未真係正式播出啦，喺開拍嘅時候咧都已經引嚟咗好大嘅爭議，就係大家關心啊，到底呢個劇集佢嗰個背景咧會唔會影響咗扭曲個事實呢？咁其實咧之前韓國已經有一啲嘅例子，好似朝鮮驅魔師咁樣，就係因為扭曲咗呢個歷史，所以咧甚至乎係因為俾人去請願啦青瓦台嗰度，而令到個電視台咧受到一啲壓力，所以最後咧就斷尾停播嗰個劇集。咁今次咧大家其實都好有一啲嘅爭議啦。究竟佢哋應唔應該停播呢個劇集呢？咁但係咧 JTBC 已經講咗佢哋係唔會停播嘅，佢哋都有自己嘅立場啦，所以陣間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咁首先咧呢一套劇集《雪降花》呢，其實佢係喺一個80年代嘅背景啦。當時呢，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民主運動推進緊，令到呢個社會呢可以發展得更好啦。咁就打破咗以前軍政府嘅局面嘅。咁而喺呢套劇入邊呢，丁海寅飾演呢就係一個北韓間諜。咁大家就會諗啊，點解北韓間諜會引嚟大家嘅不滿呢？因為咧喺真實嘅世界入邊，即係過去發生嘅事實嗰度啦。80年代韓國嘅學生，佢哋因為參加呢啲嘅社運，而佢哋俾人標籤咗做一啲，即係佢哋有個罪名噶嘛。咁個罪名咧就會通常話佢哋係間諜，咁而話係北韓間諜咧就係其中一個啦。咁 which is 咧其實80年代咧係未必有呢個北韓間諜啦。咁而因為政府需要一個名分，而將呢啲嘅學運人士咧就變佢哋做你係北韓間諜。咁而咧《雪降花》呢一套嘅劇集咧，佢哋嘅男主角嘅設定就係嚟自北韓嘅間諜，所以咧韓國人就會覺得，咁即係你而家合理化咗當時佢哋話呢啲學生就係北韓間諜嘅嘢啦，但係我哋事實上係冇任何北韓間諜喺呢個社會嗰度出現過嘅喎當時。咁呢個咧就係令到大家覺得佢哋有扭曲事實嘅真相啦，甚至乎咧就有美化咗呢個北韓間諜啦，或者係美化咗呢件事情啊，即係唔可以好真實咁樣展現翻嗰個真確嘅歷史喺度，令到佢哋咧就會好擔心咧，因為正就係因為佢通過 Disney Plus 啊，好多唔同嘅渠道啦，再加上 Blackpink 都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團體，令到好多人咧會通過呢部劇去認識一啲韓國嘅歷史啊。佢哋會唔會因為睇完《雪降花》，所以有一個錯誤嘅認知呢？佢有一個錯誤嘅理解呢？所以咧呢一個亦都係大家好積極、好踴躍咁去青瓦台度請願嘅原因嘅。呢啲歷史嘅爭議咧，其實都唔係第一次發生嘅。咁好似之前 SBS 嘅朝鮮驅魔師咧，其實都有因為俾大家覺得係扭曲咗呢個歷史啦，咁所以咧亦都有去到請願。最後 SBS 電視台咧，因為受到群眾嘅壓力啦，受到大家嘅一啲指責咁樣，咁最後咧佢哋係揀咗將個劇集斷尾停播嘅。咁而同一時間咧嗰陣時候咧，啲人就有揾翻啲資料咧 ，JTBC 係不停報導呢一單新聞啦。倒翻轉頭啦，而家去到《雪降花》播有呢啲爭議嘅時候咧，SBS 咧都係不停咁樣去出新聞去追擊呢個《雪降花》嘅。所以咧，而家最後嘅命運係點樣咧？真係未知道。咁但係有好多咧一啲贊助嘅廠商咧，其實佢哋都有啲卻步啊，因為咧即係要兩晚之間咧多過20幾萬人去做一個請願咧，其實都係一件幾大嘅威力啊！所以咧，大家都唔夠膽去睇輕呢一件事啦。咁有好多嘅品牌咧，其實已經即刻去切割啦，就希望製作方盡量冇出到佢哋嘅產品啦，或者係 remove 佢哋啦，就希望可以減少翻今次事件對自己品牌嘅一啲傷害。咁既然咁多贊助商佢都切割嘅時候，電視台會唔會真係繼續企硬呢？咁電視台咧佢哋都有做到一啲嘅回應咧，就係話其實咧呢件事情只不過咁啱用咗80年代做背景，你再睇落去咧就唔會發生呢件事㗎啦。咁但係咧，對於群眾嚟講個說服力咧係有少少低嘅，因為咧之前其實個角色名咧而家叫做英露啦，但係以前咧係叫英初。咁但係喺以前80年代咧真係有一個叫英初嘅女仔嘅抗爭者嘅，咁所以咧變咗大家就覺得
你電視台講嘅嘢係唔可靠㗎，你根本就係跟住呢個原型去創作呢一個嘅故事，咁所以而家咪就係會扭曲咗咯。所以呢一個事情咧就要繼續留待之後嘅發展，睇下電視台點樣去拆彈啦，或者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個劇情嘅發展，睇下佢哋係咪真係唔係 focus 喺呢一個位置啦。除咗關於歷史背景嘅爭議之外咧，其實演員嘅演技都成為咗其中一個爭議嘅部分嘅。因為 Blackpink 嘅Jisoo咧，其實佢之前都有拍過戲嘅，之前咧有阿斯達啦，咁但係今次咧就係佢第一次擔正做女主角，用演員嘅身份咧正正式式咁樣去出道啦，有一個長篇嘅作品俾大家睇到佢多啲唔同嘅演技，而唔係客串。咁大家咧其實都好期待，因為見到啲 poster 咧，佢同丁海寅個外形咧非常之夾，我都好期待嘅。咁但係我自己咧就睇完，其實我覺得問題不大嘅，佢做到嗰種女學生嘅清純啊，一種好奇啊，一種熱血嘅感覺啦，加上佢又靚啊。咁但係咧韓國嘅網民咧，佢哋就普遍都有其中一個嘅反應，就係覺得佢嘅咬字發音唔好啦，唔可以好清晰咁樣講到個對白出嚟啦，令到佢哋根本就唔知睇緊啲乜嘅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其實韓國嘅網民啦，係喺咁多嘅條件加埋之下咧，令到佢哋對呢一套嘅《雪降花》咧係特別反感㗎。咁我自己咧就已經即刻睇完頭1、2集啦。其實佢嘅一啲拍攝啊、方式啊、故事啊、劇情緊唔緊湊啊，我覺得咧全部都幾好嘅。即係撇開咗歷史嗰個 issue 嚟講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真係幾唔錯嘅，因為咧你係會跟住一齊去緊張啊，好投入去嗰個故事入邊，好想知道啊死啦！佢遇到一個危機喎，點樣去解決咧？即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嘅。而類似嘅感覺。我喺芝加哥打字機啦，同埋 Mr. Sunshine 咧呢兩套劇入邊都會揾到嘅，因為都係有少少年代感嘅劇啊，所以咧如果你係中意睇芝加哥打字機同埋 Mr. Sunshine 嘅朋友咧，你應該都會中意睇呢套《雪降花》嘅。咁Jisoo嘅演技咧，我自己又覺得未去到網友講得咁差，咁可能因為平時都有睇開Jisoo講嘢啊、談吐啊，或者佢嘅一啲作品啦，咁已經習慣咗佢個聲音同埋發音嘅方式啦，咁所以咧去到個劇集嗰陣時候，我就覺得好自自然然咁樣，佢可以做到嗰種感情，佢傳達到嗰個感情落去咧，就已經可以啦。咁同埋咧，有陣時候我覺得睇戲咧，咁當然咧一個人嘅咬字發音咧非常之緊要啦，但係最緊要就係佢可唔可以傳達到嗰個感情，令到你相信呢件事發生啦。咁而我覺得咧，佢係可以足夠令到我相信佢而家做緊嘅嗰個角色嘅。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咧，我就覺得其實都呢套劇都合格，係值得去睇嘅。咁當然啦，上述講嘅爭議咧，就真係冇辦法喺呢一刻做到任何嘅判斷啦。咁所以就要睇埋個劇情之後落去點樣發展咧，先可以再去評價嘅。之後播出更多集數嘅時候咧，我都會再同大家分享下啊，到底《雪降花》好唔好開嚟睇好咧？應該有好多朋友仔都諗緊年尾有非常之多劇，到底好唔好睇晒嘅？我會幫大家睇晒佢噶啦。希望大家咧都會中意呢個少少嘅懶人包，俾大家知道啊，到底個爭議係啲咩呢？點解會有呢一個爭議呢？同埋呢套劇對於我嚟講，究竟佢好唔好睇呢？嗰個初印象係點樣呢？希望都可以俾到大家少少嘅靈感啊！到底開唔開呢套劇好呢？反正聖誕假就到，我哋都係時候要揾啲劇煲啊嘛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 inspiration 大家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都可以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噶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我會繼續幫大家煲劇噶啦。